生活中很多人都被胃部疾病困扰，比如胃溃糯、胃炎等。我们都知道辣椒很伤胃，其实下面这3种食物更伤胃，吃的越多，胃病可能越重哦。第一种，糯米类食物。那我们都知道啊，糯米类食物有一定的粘性，如果吃多了很难消化，还会增加胃酸分泌，所以胃不好的人尽量不要吃这类食物，要不然胃溃疡很容易加重。第二种，山楂。山楂呢是一种很有营养的水果，味道酸甜，但是胃不好的人尽量不要吃山楂，要不然会引起肠胃反酸，导致胃溃疡出现，不利于肠胃健康。第三种，油炸的食物。胃不好的人，油炸食物也尽量不要吃，因为油炸食物很难被消化，这样呢很容易加重胃部疾病，也不利于胃溃疡的恢复。所以胃不好的人平时呢要控制好自己的饮食，建议大家呢可以喝点丁香茶。丁香中含有丁香油和丁香酚，有保护胃黏膜、养胃护胃的功效，对预防胃部疾病有帮助。洗澡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件事，别看洗澡是小事，男性朋友如果在洗澡的时候能够对身上一些部位多洗洗，那么肾脏也会感激你。洗澡时多洗脚。男性朋友在洗澡的时候可以多搓一搓脚踝和脚掌，因为脚上有很多的经络和穴位，经常对脚进行刺激，能够起到很好的养肾补肾的作用。除了洗澡，在泡脚的时候也可以多搓一搓双脚。洗澡时多洗耳朵。耳朵往往很容易被忽略，但是耳朵和肾脏健康有很大关系。男性朋友在洗澡时多搓一搓、按一按耳朵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对肾脏健康有帮助。洗澡时多洗腰部。肾脏和腰部也有很密切的关系，洗澡时多对腰部进行搓洗，也能够滋养肾脏，起到补肾益气、提高肾功能的作用，让你更有男人味哦。南瓜是餐桌上常见的食物，那南瓜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，而且呢味道也很好吃。但是对于血糖高的人来说，不知道吃南瓜到底是升血糖还是降血糖，那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。南瓜中含有很多营养物质，比如膳食纤维、果胶以及南瓜的多糖。这些物质呢，能够减慢胃里食物的排空速度，增加饱腹感，对控制餐后血糖有帮助。但是南瓜只是一种食物，并不能够代替药物来降低血糖。其实南瓜中含有的热量和脂肪呢都比较低，但是在吃了以后还是容易转化成糖和能量，也能够升高自身的血糖。所以大家在吃南瓜的时候，一次最好不要超过200克，并且呢最好减少主食的摄入量，这样对控制血糖才有帮助哦。供血不足是很多中老年人容易发生的，经常表现为头晕头痛、记忆力减退、失眠多梦等等，对身心健康都有影响。那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每天做一做，可以帮助改善脑供血不足，让大脑更健康。自然的站立，双脚稍微的分开一点，双手叉腰，抬起一条腿，抬到大腿和地面平行的位置，然后用力的落地，先左后右，这样交替的抬腿跺脚。可以在原地做，也可以边走边做，每天这样跺脚3到5分钟。做的时候动作要做到位，这个动作可以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，能有效的缓解脑供血不足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很好的通经络、补肾气的作用，让你越跺越健康。很多人以为只有老年人才会出现脑供血不足，其实年轻人也可能会出现。如果你总感觉头晕目眩、记性越来越差，晚上失眠睡不着，这可能就是脑供血不足了。那今天教大家2个动作可以帮助改善脑供血。动作1，经常晃晃脑袋，坐着站着都可以，将头部前后左右的摇晃就行。每天早中晚各做一次，每次做2到3分钟。这样晃脑袋可以放松颈部肌肉，加速血液循环，将血液输送到大脑，对改善脑供血不足有一定的帮助。动作2，按摩脖子。先将双手对搓搓热，然后放在脖子两侧，来回的按摩就行了。也是每天按摩3次，每次3分钟左右。这样按摩脖子可以让颈部血管恢复弹性，促进血液循环，有助于改善大脑供血。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，睡不醒的冬3月，
可是呢，如果你整天昏昏沉沉、头晕头痛，还有失眠多梦、耳鸣、记忆力下降的情况，就可能是脑供血不足了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，可以帮助改善脑供血不足。这个方法很简单，伸出我们的双手，食指张开，微微的弯曲，然后用我们的指腹敲打头部，每次敲打100下，每天早中晚都敲打一次，敲打力度适中，自己感觉舒服就行。这样敲打头部可以促进大脑血液循环，对改善脑供血不足以及脑供血不足引起的头晕头痛、耳鸣、失眠等问题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。那注意敲打的时候啊，不要用手指甲，敲打节奏呢可快可慢，每天坚持敲打，大脑更健康。生活中总有一些人整天昏昏沉沉、头晕乏力，还有耳鸣、记忆力下降的情况出现，其实这可能是脑供血不足了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动作，可以帮助改善脑供血不足，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与肩同宽，双手举起来，手掌心朝上，放在头部两侧，然后踮起脚尖儿，同时双手手臂向上伸直，就像托着天一样。脚后跟落回地面时，双手手臂再弯曲回到头部两侧，这样反复做49下就行。那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对改善肩膀疼痛、脑供血不足都有很好的效果。那大家没事的时候啊，就可以做一做，能让大脑更健康，身体也。脑供血不足在中老年人中很常见，经常表现为头晕头痛、肢体麻木、记忆力减退等，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。那该怎么办呢？建议啊，都是下面这2种食物可以帮你很好的改善。第一种，新鲜的水果蔬菜。脑供血不足的人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，因为蔬菜水果中含有很多营养物质，可以帮助身体补充营养，还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提高新陈代谢，对预防血管堵塞、脑供血不足有很好的效果。第二种，五谷杂粮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五谷杂粮中含有多种的纤维素、矿物质以及维生素，对身体健康是非常有益的。不仅能为身体提供营养，也能够改善血管的血液循环。比如呢，玉米、红薯、芋头等，经常吃这类食物能让大脑更健康，预防脑供血不足。很多人过了50岁会出现视物模糊、看不清东西、眼睛干涩等情况，这也是我们常说的老花眼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可以帮助保护视力，使眼睛更明亮。这个方法就是按摩我们的2个眉毛内侧边缘的凹陷处。按摩时可以用食指或者是大拇指按揉这里，每次按揉100次。因为这里呢距离眼睛比较近，所以大家按摩之前最好先将手洗干净，按摩的力度自己掌握，适中就行。只要感觉有酸痛感，切不可力气太大。按摩这里可以明目醒脑、祛风通络，对缓解头晕、头痛、老花眼有很好的作用。那中老年朋友平时呢也可以多按摩这里，做完之后会感觉到眼睛舒服很多，还能够帮助保护视力。大家不妨试试。超标的人排尿时有3种表现，若没有，尿酸控制的还行。表现1，尿液泡沫多。若是体内尿酸超标，很可能会影响到肾脏。如果肾脏受损，那么尿液就可能会出现泡沫多，并且长时间不消失的情况。表现2，排尿无力。尿酸高会形成大量的尿酸盐结晶，若是堵塞在肾小管或者是输尿管，就会使人出现排尿无力的情况，并且还会有尿痛、尿量少的表现。表现3，夜尿次数增多。正常情况下，人的起夜次数应该是在0到2次，但如果有夜尿增多的情况，并且尿液颜色异常，就要留意可能是尿酸高引起的。对于尿酸高，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。如果体内尿酸超标，那么就可能会引起痛风，对肾脏、血管等造成损伤。那该怎么判断尿酸高不高呢？如果晚上睡觉时有3个异常，那么就要小心，可能是尿酸高了。第一个，关节有刺痛感。如果在晚上睡觉时关节突然感觉到刺痛，而且有被疼醒的情况，那么就要引起重视了，很可能是尿酸高的表现。第二个，下肢水肿。如果尿酸偏高，很可能会使肾小球堵塞，这样导致水分没有办法排出体外，那么睡觉时就很可能会出现下肢水肿的情况。第3个，夜尿增多。
如果不是在喝水多了的情况下出现夜尿增多，并且尿液颜色变深，就要考虑很可能是体内尿酸高，或者是前列腺出现问题，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